圣经揭露美国在末世中的惊人结局。圣经预言了世界的终局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当那一刻来到，美国会在哪里？这个曾经高喊 In God We Trust 的国家，如今却在撕裂、分崩离析。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圣经的末世预言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却从未提到过美国？在全球政治格局中，它似乎无所不在，可在神的预言蓝图中，它却彻底消失了。今天我们就要揭开一个震撼的问题：美国在末世中的结局究竟是什么？圣经的沉默。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圣经提到过以色列、巴比伦、埃及、罗马、哥格与马各，但从未出现美国的影子。许多圣经学者呢认为这不是遗漏，而是刻意的沉默。有学者说，这正是最可怕的征兆，因为一个国家当它远离神，就会从历史的预言中被抹去。美国也许在末世之前已经不再是世界的中心，但是这又是为什么呢？是经济崩溃、内战和毁灭，还是更可怕的属灵的堕落？今天我们就从3种神学解释来看这个问题。美国将沉默消失，美国会在末世之前崩溃，不需要外敌，只需要罪恶与骄傲。但以理书2章21节说，他改变时候、日期、废王、立王，将智慧赐予智慧人，将知识赐予聪明人。当一个国家把自己的力量当成神，他就离毁灭不远了。堕落的巴比伦。启示录18章描绘了一个极其富有却被神一日之间审判的大城，对了，就是巴比伦。启示录18章2到3节说，巴比伦大城倾倒了，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。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，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。许多人看见这段经文，忍不住要问，这是不是在描述现代的美国，一个掌控全球经济的国家，出口文化、财富，也出口罪与堕落。巴比伦是世界的贸易中心，是奢华与堕落的象征。他掌控列国经济，却离弃了上帝。听起来像不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美国，一个统治全球的帝国，却正在道德与信仰上崩塌？而启示录18章8节说，所以在1天之内，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，就是死亡、悲哀、饥荒，他又要被火烧尽了，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。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，一同奢华的，看见烧他的烟，就必为他哭泣哀嚎。这会不会是核战争，或是神对一个远离他的国家最后的审判，保护以色列的短暂力量？也有学者认为美国在末世初期仍有一个使命，那就是保护以色列，抵挡敌基督的势力。美国是暂时的护盾，它在末日之前是少数仍支持以色列抵抗敌基督势力的国家，但当美国倒下，敌基督就能完全掌权。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7到8节说，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，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。创世纪12章3节，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于你；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。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只要美国继续站在以色列一边，他就仍蒙神保守。但有一天，美国背离以色列，背离神的律法，这个保护伞也将被神亲手撤回。当然了，无论哪种解释正确，圣经的警告始终清晰，那就是任何背离公义的国家，终将被自己的罪毁灭。箴言14章34节说，公义使列国高举，罪恶是人民的羞辱。美国曾经是灯塔，如今却可能成为警钟。从信仰之国到混乱之国，从信靠上帝到拒绝上帝，美国的转变正在一步步印证圣经的预言。无论美国是否在预言中存在，圣经给出的焦点从来不是某个国家，而是人的心。天国不会倒塌，只有人心会倒塌。真正的救赎不在国旗之下，而在十字架之上。当世界的秩序坍塌、纷争、经济动荡，唯有那些仰望主再来的人才不会惧怕未来。如果圣经的预言正在实现，那我们今天就必须问自己，我站在哪一边？也许圣经里没有写出美国的名字，但他写出了每一个民族的命运，那就是离弃神的终将倒下，回归神的必得复兴。末日不是终点，而是上帝呼召我们回头的时刻。你认为启示录中的巴比伦是美国吗？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看法，因为末世不是未来的故事，而是正在展开的现实。我是小九，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欢迎点赞订阅，你的支持就是我们更新的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